唯独这个点，我绝不让步。人生中不能被踩的点。从非攻的方式来看，我这一生欠了什么债？这个宫位是我最在乎也最执着的点。从命宫进入11宫来了解一下自己，究竟我是怎么样的人呢？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帅的人？这一集我们把斗数命盘当成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反射出来的轨迹回来看看自己，重新了解自己，看看是不是可以透过命盘中告诉我们的象意，调整人生的角度，变成一个真正帅气的人。好啦，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命宫进入11宫到底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命宫是命盘12宫的核心宫位，命宫所界定的范围讲的就是这个命主，也就是客观世界中的我，包含了这辈子的想法、念头或是心里想做的事。在这个年、月、日、时出生的所有资讯，都在我这个宫位展现出来。若把命盘当成一个封闭的世界来观察，此时命宫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了我之后，相对的，我这个人一生的运势好坏或是起伏，都可以从命宫当成一个起点来往外看。命宫进入某宫，出发点摆在命宫，讨论忌飞到某一宫时，在斗数里就称作为命进入某宫。这个宫位就是我这一生最在意的位置，绝不能让步的点。若是角度摆在大限的命宫来飞化时，谈的就是我这10年特别执着于哪些地方。若角度从本命盘来看，则又是谈论我此生痴心执着于某处。12宫位中又可以分别为讨论人、事、物的角度来大致区分亏欠、执着跟得到。进入了6亲位就变成了亏欠。若与事有关的宫位就是执着，与物有关的宫位也就是得到。大致上就是根据这样的象意来理解就行了。能量变化公式，若要讨论事化，就必须先谈10干化曜表。10干化曜顾名思义就是10个天干对应于星辰的变化周期。在我的教学经验中，时常遇到许多同学问到有关事化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10干化曜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北派的10干化曜表就是古人根据观察人与环境后推导出来的一套能量变化的公式。以往我们在读中学时学习化学都知道元素周期表，那是用来界定元素的位置。而10干化曜表就是能量周期表，它是用来推理，让我们从静态的斗数盘观察，再加上这些能量之后产生的变化。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组神秘的人生密码表。举个例子，甲天干就是廉贞化禄、破军化权、武曲化科、太阳化忌。在这一组公式里，举太阳忌来说，多数人看到在命宫有个太阳时，都会说这个人很阳光，拥有太阳的特质。可惜这样的说法只对了一半，原因是这还要看哪个宫位让太阳化忌。若福德宫是甲天干时，就可以推理为这个人的想法常让工作产生不稳定，尤其是男性，容易有工作不顺利等等问题。其中的细节还是要回到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来说才行，并非仅仅套上公式就好。关于这一点，同学们也要记得考虑进去哦。命宫进入11宫，现在我们试着举例，把刚刚教大家的逻辑套入看看。在这一个例子中，首先需要看命盘中不论是大限的或是
本命的命宫在哪里，再看看天干是10天干的哪一个。对了，就是甲天干，很好。确定之后，才能再去查十干化药表化忌的位置。查出来的是甲天干让太阳化忌，现在太阳就在这个位置，忌也就在这个位置，那么就完成了命宫飞忌入夫妻宫。我们再来针对命宫与夫妻宫这两个宫位与忌的关系继续解释下去。为了帮助对四化不熟的朋友，现在画面上就提供10天干对应的忌是哪一颗星，只要按图索骥就可以找到自己命盘中的哪一个宫位了。已经知道怎么使用了吗？我们就开始咯。命忌入凶，这是我亏欠兄弟的象意。我因为在意而过度关心兄弟，导致与兄弟的相处不好，彼此间容易有争吵。虽喜欢爱管兄弟的事，见了面却也时常无话可说，或是缘分淡薄。命忌入夫，命宫忌入夫妻，我好在意是否有感情的对象，对配偶任何事都很要求。忌入也表示我会把心思都放在配偶身上，这是我对感情的亏欠与执着，当然也是我在乎的事。若是已经结婚的人，两人相处起来会更辛苦；若是没有结婚的人，则不容易与交往对象相处融洽，都是属于婚缘不好的象意，需要调整自己与感情对待的相处方式哦。命忌入子，命宫忌入子女宫，我喜欢床地之事，也会有烂桃花，会有子女，但与子女的关系并不会太好。因子女宫有忌的原因，也不适合与人合伙。命忌入财，命宫忌入财帛宫，我对于赚钱求财的事很热衷，但现实生活中常常口袋里没有半毛钱。由于忌入财帛，也一定会冲福德宫，所以不适合与人合伙投资或是开公司，一投资马上就会损财。命忌入己，命宫化忌入己厄宫，表示我是正直的人，有什么话就直话直说，心直口快的。己厄宫冲父母宫，遇到事情心情不快时，也不在乎面子问题，常常弄得一发不可收拾。命忌入迁，命宫忌入迁移宫，从命宫的角度来说，我热爱往外跑。若把迁移宫当成人的外在形象时，忌入迁移宫也表示为人耿直，注重外在形象。命忌入奴，命宫忌入奴仆宫，我总是黏着朋友，也对朋友好。相反的，因为很在乎朋友，事事都会用自己的角度来要求朋友，因此也会与朋友的关系产生了冲突与矛盾的现象。命忌入官，命宫忌入官禄宫，我是一个有工作就全心投入工作的人，人生几乎卖给了工作，除了工作之外，没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容易与配偶有感情上的摩擦。命忌入田，命宫忌入田宅宫，我会有自己的房子。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是个功能很完备的房子。命忌入福，命宫忌入福德宫，我喜欢胡思乱想，爱乱买东西，因此也伤害了自己的荷包。若这样的人能把福德宫的忌转换成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来学习命理或是才艺，也不失为减少漏财的好办法。命忌入父，命宫忌入父母宫，我是个爱面子的人，
在长辈之间也容易观念不同而有争吵的情形。面对长辈时，也时常因为过度关心而让自己的内心受伤。动脑时间。题目1：命记录签的人怎么样的形容才是正确的呢？ A. 为人耿直，注重外在形象。 B. 爱黏着朋友，对朋友好。 C. 全心投入工作。 D. 喜欢床地之事，也有烂桃花。答案是 A， 为人耿直，注重外在形象是正确答案。这样的人也无论如何都喜欢往外跑，在家也闲不住。题目2，解释命宫到官禄宫的方向是忌，以下的哪个答案是错的呢？ A. 会因为工作关系而忽略了感情生活。 B. 命主找不到工作。 C. 也称作命化忌入官。 D. 命主的工作很认真。答案是 B， 命主找不到工作是错误答案。命忌入官就是工作有忌，命主会因为工作的关系而肯定自己，虽说工作不容易找，但也一定有工作，而且这样的人一有工作之后也会做得特别久。题目3，丙天干会让哪颗星辰化忌呢？ A. 太阳化忌。 B. 太阴化忌。 C. 廉贞化忌。 D. 巨门化忌。答案是 C， 丙天干是让廉贞星化忌才是正确答案。A 的选择题是甲天干， B 的选择题是乙天干， D 的选择题是丁天干，大家都答对了吗？今天介绍的内容不知道大家还喜欢吗？这一集的角度也只是讨论到单一的2个宫位之间的关系而已，日后还会采用其他的角度来分享。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也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另外想找Simon老师论命的朋友，也可以到 FB 的Simon老师教紫微粉专进行预约。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咯，拜拜。